叶片的背面枝条交叉处出现黏黏的水珠，叶片正面分泌了一些粘液啊，这个是什么病、什么虫、什么害？植物分泌的水滴状的这个东西，它叫蜜露啊，它是甜的啊。正常情况下，它对植物是无害的。反向的说明你家植物啊，光合作用是正常的，能够制造一些糖分。那么反向的就是当前的这个环境啊，有可能出现两个问题啊，有可能，那么就早晚温差大。或者是植物偏旱的情况，容易出现蜜露的一个产生。那么这种情况，咱们一般不用去喷杀菌杀虫药啊，你不要过于担心。你要处理的话，咱们可以用酒精湿巾或者酒精兑水以后，毛巾头湿一下啊，给它擦掉就 OK 啊。如果长时间存在并且湿度过高的时候，这时候它会引发植物的一个灰霉病。那么另外啊，这个甜的东西啊，它也会吸引一些虫害啊，所以说出现了，咱们给它擦掉或者用水冲掉就行啊。冲水以后注意通风。那么有一些植物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像发财树、幸福树、蝴蝶兰啊、垂丝茉莉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叶片正面或者背面啊，非常分散的出现了很多粘液啊。这种情况咱们需要检查虫害啊，最常见的分泌粘液的一个虫是什么虫？蚜虫、白粉丝，还有介壳虫。咱们要把叶片的背面翻过来去看啊，会飞的白色三角形的叫做白粉丝啊，枝条和叶柄、枝条和枝条交叉处有一些白絮状的这些物质的啊，或者呈棕色、黑色的这些啊带壳的这个，那么它这个一般是介壳虫。那么蚜虫主要集中在新芽上啊。就说咱们这个总说的腻虫啊，蜜虫、腻虫、蜜虫、腻虫啊，这个就是蚜虫啊，咱们需要打一些药啊，咱们打一些广谱型的杀虫药就可以啊，你可以用赛虫嗪呐、联苯赛虫嗪呐，是吧？它具有一定的内吸性啊，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这些都 OK， 是吧？区分清楚是虫害还是啥，咱们就正常的解决，不要过度惊慌。天冷了，咱们窗户都关上了啊。这个时候，咱们室内养花的这个时候要注意防虫啊，你要注意观察，你不用直勾勾的盯着叶片这么去找虫去啊。告诉你个技巧啊，咱们这个虫害发生的比较多的集中在叶片的背面，你只要把这个叶片翻过来看看有没有虫，其实相对来说一目了然一些啊。还有就是枝条和叶片。枝条和枝条的一个交叉处啊，比较容易生虫，是吧？你像介壳虫啊，像红蜘蛛啊等等的，还有一些虫卵呐，都集中在叶片的背面。咱们平时预防可以用相对广谱一点的这个杀虫药，是吧？像吡虫林呐、阿维丁酮醚呀，咱们可以这个15天左右啊，给这个植物喷一回啊，重点是喷植物的叶片背面。那么有人说我家里封闭，我不想用杀虫药怎么办？咱们可以把花拿到你家卫生间啊，用你家淋浴头大水的去冲一冲叶片啊，冲洗叶片，是吧？重点是叶片的里边和叶片的背面，是吧？顺带的。咱们这个把叶片的灰尘给它冲洗，那么周期大概也就是20天左右。那么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别拧到热水上。那么第二个就是冲洗完以后啊，把水分沥干。咱们叶片上有水的时候，不要放在这个阳光直射的下边。那么最重要的预防就是咱们看好水分啊，不管是虫害还是病害。咱们室内阳台养花，白天的温度比较高，关窗封闭的环境下，会造成局部的高温加植物的干旱，局部的高温加植物干旱是特别容易引起植物病害以及虫害的一个发生。换季的这个季节啊，咱们要勤一点去观察土壤当中的一个水分。植物水分比较充足的时候，它的抗性非常强啊！别忘了点亮关注啊！